好吃了，我的手已经快冻僵了。-4度。这次小夫妻在北京品尝皮脆肉嫩、价格亲民、服务贴心到桌边切鸭的四季米，吃到忍不住想打包回家。胡同美食啊，让我们小夫妻惊喜连连。特别是那神秘又带点挑战味蕾的豆汁，让人一口难忘，爱恨交织又忍不住回味。最后终于攻下朝思暮想的故宫，结果发现要逛完得练一辈子的脚力，满满故事和细节，此生不造访真的是太可惜了。想知道更多北京的趣味，快跟我们一起出发吧！早，我们现在来到武道营胡同。今天啊，我们想要做一个 City Walk， 北京的胡同非常的厉害。我刚才稍微逛了一下武道营胡同，发现到每间店重复性不高，很多中式的文创小物、中式的甜点或者是餐点，有一些是我们在台湾从来没有见到的，像刚才看到驴打滚。还有很多文青咖啡厅，想要带大家以台湾人的角度去领略这个 City Walk， 吃东西、逛逛东西，非常期待今天的行程。我在武道营胡同上啊，很像在逛台湾的老街，一条充满文艺气息与悠闲氛围的街区。它完美结合了老北京的灰墙青瓦与现代的时尚文创的风格，走起来啊宁静惬意。街道两侧啊林立了各式各样的极具个性与品味的小店，看到蛮多设计感十足的服饰选品店、精美的手工艺以及各国料理的特色餐厅、独立咖啡馆和餐酒馆。我觉得武道营胡同最迷人的地方就在于那些充满巧思的门框设计和店面摆设，处处展现着老胡同才有的独特的美学。驿站小夫妻挑战的是老北京赫赫有名的老字号义山豆汁，它被誉为老北京的灵魂饮品，但对于我们这些喝惯了甜美豆浆的台湾人来说，它的味道真的是世纪大问号。听说它有着一股发酵过的特殊酸味，猜猜我们第一次喝下的表情会多精彩、多震撼？是独特到难以接受，还是让我这个台湾味意外的越喝越上瘾呢？这次我没有跟学员讲说豆汁的味道非常的厉害，我想要让他试尝一下豆汁的口感。豆汁的味道因人而异，有的人很喜欢，那有的人可能一喝下去会面有难受，拭目以待喽。先单喝一口原味哦。怎么那么酸啊？你知道我突然想到，我小时候在种绿豆的那个东西放到发酵的味道就是这样子。古时代的时候，因为北京这边蔬菜比较缺乏，所以古代的人们他为了保留食物的一些纤维、蛋白质跟一些营养素，绿豆去发酵做成豆汁，一直流传到现在。看一下那味道是什么，我还能接受。真酸啊！酸是会回甘的，天然的酸味。绿豆本身就有很多蛋白质跟一些纤维素在里面，对身体来讲是很健康的。正宗的豆汁体验绝对少不了它的灵魂搭档焦圈、咸菜丝、芝麻花生和炸鸽子等小食，或是用山楂条啊来解腻。在那个当油条吃。我还是不喜欢那个酸味，这就很像很脆的饼干，然后沾着酸酸的味道吃。也点了炸灌肠以及烤鸭卷，两个餐点啊，我跟雪人认为口味跟口感都没有太突出的表现，普通但分量扎实。我觉得它的招牌菜色没有很符合我的胃口，但是都是我没有吃过的东西，很蛮开心可以尝试到他们当地的小吃美食。虽然说不符合胃口，但我觉得我吃的还是蛮开心的。我自己也蛮尊重他们古代传承下来的技艺，因为像那个豆汁啊，有很严谨的 SOP 卫生，以及有一些技法，例如说你要去调控温度，然后用老姜水去调配出来，在台湾几乎没有吃过这样的味道。刚刚那个有点像馒头的口感，我觉得还蛮奇怪的。我想说怎么吃起来也不像馒头，也不酥也不硬，就吃起来糊糊的。我还觉得有一个很奇妙的，就是我们台湾吃米德是吃的有点比较甜的味道，可是我刚吃米德竟然是咸的，我觉得很讶异。但是我看蛮多人点的。对啊，这也是他们的招牌啦，一个是豆汁，一个是米德，是他们这间店的招牌。我跟你说，我在国子监那边的巷子里啊，找到一家超赞的咖啡厅，叫做汤 house。它在那里真的超特别的，你一推门进去啊，外面胡同那种嘈杂声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就是一股又浓又舒服的咖啡香。这家店的装潢是很简单、很舒服的北欧风，全部都是白色、木头色，整个空间非常的明亮、放松。在这么有历史感的地方，找到一个这么现代又舒服的角落，真的超棒的。我跟雪人啊，坐在那边喝咖啡、吃块蛋糕，觉得所有的烦躁跟紧绷感都慢慢松开了，时间啊好像被这杯咖啡拉长了，可以很慢很放松的享受这一切。
在国子监的这条胡同里啊，那种感觉真的超对的。它是北京少数还有古老牌楼的街，两边啊是古朴的灰墙红门，夹道啊都是高大的老树。特别是万里无云的时候，那片干净透彻的蓝天一整个铺展开来，把红色的宫墙、灰色的瓦顶衬得特别有味道。走在这条街啊，阳光透着树影洒下来，只有一种古老又宁静的气质。牌楼、老树、红墙、蓝天这几个元素搭配在一起，就是我心中最舒服、最理想的那条老街。像刚才逛五道营胡同的时候，如果它可以封街，好好规划某一个区域，让人们好好行走，我觉得在逛街的感受上应该会更极致、更完美。因为我逛到一半，我会被后面的喇叭声给吓到。现在来到雍和宫旁边的一间小吃店，叫做门町肉饼，是用青葱、猪肉跟面饼皮去煎的，肉香味好香哦。虽然大家会想说啊，皮包肉嘛，那跟生煎包有什么差呢？最大的差异是它里面的内馅，肉香味非常香，加上洋葱一起下去炒，很像在吃葱爆炒肉之后，再由它的外皮包在里面吃的口感。所以它的肉香味，因为有洋葱的提味之后，我觉得吃起来更香甜。它的外皮我也是满意的，不是那种软软烂烂的皮，都是上下底部煎的有点焦焦脆脆的。接下来这间吴裕泰茶庄的冰淇淋啊，以浓郁的茶香和价格亲民著称，是北京冰淇淋界的独特清流。哇，你知道现在是北京4度，但是超多人在排这个双淇淋。我刚刚在逛胡同的时候，一堆人人手一支。听说抹茶冰淇淋很厉害，我跟你讲，抹茶已经从日本、泰国吃到中国大陆来了。我来试试看他们的抹茶。那这支是人民币10块，大概是台币50块。我原本以为是偏绿茶淡淡的香味，抹茶味道有时候还蛮浓的，而且价格很便宜，还不错，好吃。抹茶控给过。说到北京的小吃啊，除了那些硬派的面食啊，还对一家清真餐厅紫光园期待了很久。尤其是那个招牌北京酸奶，我们台湾人呢习惯的优格或是优酪乳，通常都是甜甜滑滑的嘛。但听说北京这边的酸奶是味道酸的比较直率，口感也比较醇厚。到底这紫光园的京味酸奶跟我们习惯的口味有什么不一样？第一次来到这边吃到奶皮子酸奶，双皮啊，它是源自于内蒙古，酸奶啊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酸奶，所以它算是传统加上新创的结合。我先预设有点像奶酪的口感，像希腊优格，一挖像是果冻的手感啊，硬不是水水的。奶皮子上面是有一点点醇厚的，酸奶酸味非常的突出，奶皮子加酸奶结合在一起。不像是有时候你吃优格入口即化一下就下去，它是要稍微咕噜咕噜咕噜吞下去的感觉。来北京光吃网美店怎么够？听说有一种超道地、超重口味的门框胡同卤煮，根本是老北京的深夜食堂。他们这家店把卤煮里的大肠处理成精品等级，能否处理的 Q 弹够味又不腥？看看这碗精品大肠卤煮能不能征服我们台湾人的胃？走，去闻香一下。大肠头的卤煮啊，有点像我们台湾的卤味，大概50块人民币，但是我们吃到超多东西，里面大肠头给超多。它大肠头其实是把它切开来的，所以你可以看到里面有没有洗得干不干净。豆腐也卤得超入味。我刚刚跟学员讨论说，下次或许我们来啊，可以点说有加面的，因为它那个汤头其实非常的浓郁，很细腻。如果配上面条吃，一定超好吃的。我刚才有点它的麻酱面，它的面条看起来是手擀的，所以吃起来那个口感啊 Q 度是有的。那麻酱味啊，也是大概台湾吃得到麻酱的那种味道。这间的麻酱面也是给过的。离开胡同之前，请容许我让大家看一下北京接近黄昏的美景，真的超美的。接下来我们要去吃一间我跟雪人在北京非常爱的一间烤鸭店，绝对不能错过，真的超好吃。来北京烤鸭是必修课，这次啊我选的是颇高档、超难定位的世纪名服务。这里啊环境气派，装潢古色古香，服务人员啊非常贴心，简直啊就是米其林级的烤鸭殿堂。这次就来看看这个号称宫廷级的北京烤鸭到底能有多销魂，让我们去体验一下什么叫做顶级的享受。
就我们刚刚一桌啊，附近大概就围了4到5个服务生，就蛮积极的。好，学长，给你看一下你的鸭在这，好，没问题，没问题。怕你那个鸭会偷换的。那我去拍一下我那只哦。好，去。看他会不会给我掉包。点了烤鸭，你就能看到现切的桌边秀，视觉味觉双重享受。用餐前啊，服务人员非常的贴心，来教导我们如何正确的吃烤鸭，有原创吃法跟新创吃法2种。还没开始吃之前啊，心情就非常愉悦了。加血氧这3片的鸭肉蘸取咱的甜品一样，竖放在鸭饼上，可以把酱涂抹均匀，再加2至3根的那个葱丝，然后从下至上，从左向右，从右向左的1/2式折叠法。先来吃一下原味的鸭皮，肉质非常好，应该是选用他们北京鸭，因为北京鸭它的体型比较大，再加上它是挂炉烤鸭，透过明火高温直接把肉汁锁住在鸭肉之中，高温挂炉的方式啊，可以让鸭肉各个部位均匀的受热，加上用果木作为燃料，烧烤之后果木的香气会渗入到鸭肉里面，你会吃起来它这个鸭肉会有一点点淡淡的果香味。北京烤鸭的吃法跟我们平常吃到的不太一样，在台湾吃到的是很重酱的味道，但是它酱的味道非常的淡，吃进去之后会有一个鸭油的香味浮上来。很厉害的是，它的鸭皮完全是让你不会有异物感，融化在你嘴巴里面，非常的香。仔细的品尝到它鸭油的香味，你不要让酱去抢过你本体的味道，重点应该是你的鸭肉以及鸭油，这个真的很厉害。好，那我们再吃一个创新的。跟你讲一样，它的酱料都不会盖过本体的味道，都可以品尝到非常香的鸭油。它鸭肉本身真的是太强了，创新吃法吃起来是再更清爽一点，两个吃法都非常的好吃。很棒的是，因为它有不同的吃法，所以我觉得一盘的鸭肉你都不会吃，你很快的这一盘就要被我吃光了，太好吃了，好幸福哦！来到北京吃到那么好吃的烤鸭。其他的菜品啊，口感、调味、摆盘都非常的出色，而且服务人员也非常的有耐心，真的蛮推的。刚才的烤鸭体验啊，从视觉到味觉都充满了宫廷感，竟然啊沉浸在古代皇城的气氛，不如啊一气呵成，马上带大家穿越时空，直捣故宫，感受真正的帝王生活。是我们终于来到故宫啦！来到了午门前面，我是抱着一个像刘姥姥逛大观园的心态来到故宫，因为故宫结合了中式的文化习俗、信仰、建筑的技术以及星象，好包含一些皇室贵族生活的礼节，全部集合在一起，聚集了中国建筑精华的一个宫殿。那这宫殿曾经是明朝跟清朝的皇室居住地，平常在陆剧里面看到嘛，但是实际来了之后，我就觉得好宏伟、好壮观。照片上看觉得还好，但是实际来了之后，看到城墙那么高，看到上面的建筑，我觉得好漂亮，所以我现在好期待哦。是我今年最期待的一个行程。这座皇宫从1406年开始建造，花了16年的时间，到1420年才建造完成。那中间有经过了非常多的朝代的缔结，很多皇帝登基让位，或者是在这边做一些生活作息。我现在只是先在午门，阳光非常的灿烂，还是很冷，好不好？对，是很冷，所以我2个戴了毛帽，我会浇熄我们今天来逛故宫的心情。我的手已经快冻僵了。我现在手机显示-4度。哦。现在先在太和门的前面，大家可以看到有2个狮子，它算是故宫的一个神兽之一。狮子它代表是一个力量的象征。左边的狮子，它的脚踩是小狮子，代表是多子
多孙。另外一边的狮子啊，它下面踩的是锦球，代表是江山稳固。映入眼帘的还有10只棘兽在屋顶的上面。那这个棘兽它的目的啊，主要是趋吉避凶。但是那个棘兽的里面呢，其实有铆钉。那铆钉是干嘛？是专门去稳固所有屋顶上面的结构，让它比较稳固。所以你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的可爱。随处可见啊，有非常多的神兽坐落在皇宫之中。整个皇宫内，我觉得最厉害的就是风水，像这个是金水桥，古代啊认为天地是由元气所聚成的，在宫殿内也建立河流，让整个元气可以停留在皇宫内。皇宫的旁边呢也有景山公园，景山公园它算是一个人造山，建造这个山可以把天上的元气吸收，然后顺势的拉到地上，再透过金水桥把元气给聚集在皇宫之中。走到阴阳道，以前因为古时代斗争很激烈，所以相传有阳光的地方是活人走的，死人是走阴影的地方，阴阳分明。以前啊有发生过一个鬼故事，这鬼故事是说，曾经有一个游客他在走阴阳道的时候，奇怪怎么发现墙壁上多了宫女的阴影。后来他把这件事情禀报给当时的故宫，可是故宫那时候是没有辟谣的。那后来啊，科学家这边就是来解析，那发现到以前古时代的红墙，它有一个化学物质叫做4氧化三铁，那加上一个雷声下来之后，让这个红墙跟雷产生一个化学的作用，把宫女的影子印在了上面。所以啊，以后只要在遇到下雨有雷的时期的时候，就有点像是录影机的播放功能，把这个当时的影像播放出来。来，接下来我想让大家知道，故宫啊，原来有超厉害的锁啊。那这个没有钥匙，这个是感应的，这里边有微型的摄像头、红外线监视器的。晚上非正常打开的情况下，这锁会报警，差不多一个最便宜的几万块钱，最贵的要10几万的，这是只有故宫有，其他地方是没有的。我们看这个针剂，这个上面其实有编号，我们这有的看不到编号。那边呢，你们看这个钟，这个钟是大英皇室送给大清皇室的。大家耳熟能详的延禧宫啊，屡次遭失火之后，清末啊想盖成西式的水晶宫，以水压火，但因为没钱，加上辛亥革命，后来变成烂尾楼了。故宫有些区域是不开放的，只能透过门缝偷偷看一下以前真实的面貌。我应该会再来第2次故宫，为什么？因为它的占地真的非常广阔。我就算今天请了导游，故事真的太丰富，来1次一定不够，建议是来到2到3次以上。今天比较可惜，风比较大，所以馆内有说今天是蓝色警报，所以有一些店跟房间是没有打开的。因为体力关系，因为真的很大，其实我们大概也只逛不到一半吧。比如说像珍宝馆、钟表馆，那珍宝馆里面又有分银器、金器、玉石，但可惜就是人稍微多了一点点。我跟薛仁就想说，如果之后还有机会再来北京，应该会再来故宫好几次。如果想要体验格格或是皇后装的话，其实这边非常的适合拍照，因为我看很多人早上来换完衣服之后，因为故宫这边腹地非常的大，其实各个地方都有很漂亮景色，你可以拍照打卡。如果今天是第1次来故宫的人，我会比较建议你第1次先请导游。为什么先请导游的原因，是因为他会快速的跟你略览这故宫所有的区域应该怎么逛，重点是什么，故事是什么，你把它当成踩点。第2次如果你自己来，我们打算自己租讲解机，好好的一个地方停下来，好好听故事，看一下建筑的细节。但是还是有一点点的缺点，就是你必须跟着导游的节奏走。如果说有地方你想要多停留多看看的话，就是没办法，因为它就是固定的时间，那你就必须配合导游的脚步。对我们来说，我们喜欢自己跑来跑去的人会有点可惜啦，但是第1次来还是建议请个导游来帮你做个专业的讲解。这次来有让我很 shock， 因为没想到这么巨大，而且故事这么的深厚到有点像是深不见底的一个历史汇集的一个皇宫。
接下来我想让大家看一下故宫的钟表馆以及珍宝馆。首先呢，钟表馆它是汇集了清宫旧藏18世纪中外机械钟表精品，数量与类别堪称世界的顶尖。它们不仅能精确的计时更厉害在于精巧的自动机关。这些钟表同时具备了奏乐、水花、转花、跑人等复杂功能，尽显皇家奢华与当时的超高制表工艺。故宫的珠宝馆展出清代皇室的珍藏，堪称中国宫廷珠宝精华。厉害之处在于它集结了金、银、玉、翠、珍珠与各类宝石等名贵材质，由造办处及各地顶尖匠师不惜工本、竭尽巧思设计制造，工艺极致精湛，完美展现皇家无上奢华与非凡工艺的美学价值。值得一提的是这件宝物，这顶凤冠用了金针、珍稀翠鸟毛、5000多颗珍珠和许多宝石，工匠又细心思做了9条龙和9只凤凰，费尽心思才完成，超级华丽。但可惜的是，现场就像是挤跨年沙丁鱼的人潮非常的多，所以每一件展览品顶多只能停留几秒就要到下一区了。如果我下次再来真的很希望可以好好的停留在每一个艺术品的前面，好好静心的观赏它每一个作品的细节。喜欢这支影片就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我们是创世小夫妻，下集见。